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，随着战斗的强度越来越大，俄军正在向前线部署更多的火炮和战机，与乌军展开激烈炮战。5月19号，俄军公布了在北顿涅茨克使用冰雹火箭炮的视频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俄军部队在树林中发射炮弹，并不断机动转移，避免被乌军锁定。 Пакет градов, а это 40 снарядов, уходит с направляющей всего за 20 секунд и сразу же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на перезарядку.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и боев машина может приезжать, пополнить боезапас и 5 и даже 10 раз за день. 5月18号，俄军还宣布，他们使用侦察无人机、自杀式无人机和地面炮兵联合打击了乌军一个 M777型155毫米榴弹炮阵地。据报道，这批 M777型榴弹炮由美国援助，到乌军手里仅1周时间。俄军此次打击使用的是 KUB-BLA 型立方体自杀式无人机，威力相当于一枚82毫米迫击炮。 尽管俄方公布的视频显示，这架立方体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直接命中 M777型榴弹炮，还是在立方体无人机的战斗部杀伤范围内。立方体无人机采用的是一种重量3公斤的钢珠杀伤战斗部，杀伤半径可达15米，足以能对乌军炮组人员和这门 M777型榴弹炮进行有效杀伤。 拉到一片空旷地，准备架设、发射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只需要2-3分钟就可以把这个炮弹打出去，就可以攻击对方的目标了。但是就在这2-3分钟里边，它却受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机的攻击，说明俄罗斯对它的这个行动是一直监控的。 除了对乌军针对性的进行打击以外，俄军还有可能在为进行城市攻坚做准备。5月18号，俄新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透露，俄军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出现在北顿涅茨克附近，与坦克排一起参与了对乌克兰阵地、装甲车辆和反坦克导弹系统人员的火力摧毁。 另外，俄罗斯 ANNA 电视台还播放了一个视频片段，在北顿涅茨克附近，亲俄民众正在欢迎俄军装甲部队，画面中就出现一辆 BMPT 终结者。俄罗斯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出现在北顿涅茨克战场，立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，被认为是俄军准备城市攻坚的信号。那么 BMPT 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？ 为何说是一款城市巷战利器呢？在所有战争中，短兵交接的巷战是最为猛烈难打的形式之一。BMPT 战车则是专为巷战而设计的，它的研制背景是2场尤为惨烈和血腥的格罗兹尼巷战。1994年和1999年，俄罗斯和车臣非法组织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爆发巷战，俄军死伤惨重。在1994年进攻格罗兹尼的当天，由俄罗斯军队的第131旅和第81摩托化步兵团进行攻击，第129摩步旅协助。每支队伍都配置有大量装甲武器，步战车、坦克数量足以摧毁一座城市，气势汹汹。而让俄军没想到的是，129旅一进城就遭到攻击，城内巷道上布满路障，还有防不胜防的地雷。129旅很多装甲武器被毁坏，士兵只能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中。 车臣非法组织借助建筑物掩护，使用狙击枪、火箭炮进攻，129旅最终溃败出城。131旅虽然最开始没有受到任何攻击，一路挺进拿下火车站，最后也因为困在城中得不到支援，几乎全军覆没。 第一次巷战，俄军惨败，退出格罗兹尼城，阵亡789人。1999年的第2次巷战，俄军彻底击败了车臣非法组织，代价也是高达1173人死亡。在2次车臣战争中，俄军装备的 BMP-1、BMP-2、BTR-80等装甲运兵车防护能力脆弱 ，T-72、T-80等主战坦克虽然防护能力强，由于主炮仰角低的缺点，无力对付高火力点，根本发挥不了作用。俄军在认真总结了车臣战争得失之后，就提出需要一种防护能力和打击火力都强大，还要适合城市作战的新型战车来充当坦克保镖，于是发展出 BMPT 战车。BMPT 使用了 T-72、T-90坦克的底盘，安装有大量的防护装甲，战斗权重约47吨，比46.5吨的 T-90S 主战坦克还要重。
BMPT 炮塔装备有2门30毫米自动炮，射击俯仰角，负5度到正74度，可以使用每分钟200到300发的低射速或者每分钟550发的高射速2种模式。配用弹种有夜光穿甲弹、榴弹、脱壳穿甲弹、夜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夜光燃烧榴弹等等，能够有效损伤地面1500米以内的轻装甲和2500米以内的人员，对空中目标有效射程为4000米。自动炮上方还配备有一挺7.62毫米口径并列机枪，炮塔两侧装有4具反坦克导弹发射器，发射的旋风反坦克导弹有效射程为500到8000米，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辆、建筑物、野战防御工事以及低空悬停的武装直升机等等目标。可见 BMPT 战车的车载火力是非常强大的，还被冠以“死亡联合收割机”的称号。外界指出，俄军很有可能会在北顿涅茨克与乌军进行城市恶战，将 BMPT 战车派往前线，就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格罗兹尼巷战中的悲剧。